Hello，欢迎你来到自由塔罗，我是 Holly。今天我们要做的占卜的题目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所要给你的讯息。那这个人可以是任何的关系，它可以是恋爱关系、家人的关系、亲子关系，或者是你很在意的一个同事、朋友等等。如果你看到这三个选项，你觉得有所感应的话，那或许就是你适合选择的牌组哦。那我们今天选项由左至右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以及第三组。那建议大家在选牌之前可以先做几次深呼吸，让自己的能量回归于中心，内心趋于平静的时候，我们再来做一个选择。好，那我会在这边静音几秒钟，如果你需要更长的时间的话，你可以按下暂停。选好的话，我们就待会见咯。Hello，选择一的朋友们，我会先抽几副神谕卡来看看大家在这段关系当中的一些状态。好，抽完了，我们来看一下牌卡里面的讯息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会再来抽这一副塔罗牌。好，首先第一张你抽到的是 Come to the Edge，然后再来是 Higher Power。Solar flares activate. Oh, Trine Sextile. OK， 哇哦，我觉得第一组的能量很特别哦。好，首先呢，我需要先讲，就是说，我感觉到第一件事情是这一段关系来到了一个临界点。那这个临界点呢，有可能是，到了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到了一个需要离开的时候。总而言之，它就是一个临界点。我感觉那个转折点一步一步的往你的眼前逼近，又或许以你目前的主观的感受，它可能就是已经在一个临界点上了。好，那我看到的是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矛盾的讯息。首先，你与这个人的关系其实是有更高层次的，可能我们讲说灵性团队或者是其他的存友们在促成的一个这样子一个交流。因为你抽到了 Higher Power， 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你与这个人的交集，你与这个人的交流，其实有更深远的意义存在。大家也抽了的这张牌是关于祖先，所以我觉得或许你们这段关系在血缘上，或者是说在一个所谓的与先人的连接上是有一个传承或是一个关联的。那比较特别的是这一张牌的这个 Shark。好，我想要先抽塔罗牌来问一下这个 Shark 是什么意思。能否请灵性团队告诉我这一张牌想要跟一的朋友们说什么呢？ OK， 还有吗？Disappointment， 失望、未知以及大地之母。好，那我感觉到的是，我觉得这段关系它其实是一个对你来说其实是一个好的互动，是一个好的关系。因为大家抽到了3分6分相，那3分6分相这张牌它其实代表就是说这段关系它是一个能够互相辅佐互相支持的。你们算是在
都是可以很知道彼此想要的是什么，或者是说很投就是自己你们应该会有一些共同点或者一些相同的特质，所以在这个部分上，他可能会让你觉得很舒服，就是说跟这个人相处觉得很舒服很自在，就好像你们就是在同一个圈子里，或者是说就是都是在一个同温层里面吧，应该这样讲。好，那这里面的这张 shark， 好，这张牌它指的是 swim away from this situation， 就是说远离这个情境。那我刚刚抽了解释牌的这3张，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在讲一的朋友你们目前的心情，你们就是面对这段关系你们的心境。那我觉得你们的心境是你很想要离开，很想要远离，就是说如果说今天这一段关系它其实已经来到了一个需要再往前进再往前一步的一个状态的话，其实你们是还蛮犹豫还蛮迟疑的。那为什么犹豫跟迟疑？我觉得是你其实你对这段关系有很高的期望。好，虽然你可能觉得就是说我没有，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心中隐隐约约会知道，就是说不要太过于期望，不要太期待什么，好，不要一直幻想，就是说这段关系会朝我想要的方向发展。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你们对于这段关系所投射出去的期待，让你很害怕会在这段关系中体验到失望。好，体验到失望，而且对于这段关系接下来的一个未知的状态，让你其实觉得很不安。所以我看到的是，其实这段关系其实可以往前走，可以再往前迈进下一个阶段。但是我看到的是，你们因为很害怕会遇到失望的心情，或者是说对于光是想象那个接下来的未知，就会让你觉得无法承受，所以会让你觉得就是说，不然我就待在原地就好，我们不要前进，我们不要往下一步走。好，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会比较退缩，就是不要与其前进，不然我离开好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就是充满了那种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心情的感觉。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也就是说你现在心中所在问的这个人，他有什么讯息想要跟你说。好，第一组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们有什么讯息想要跟一的朋友们说呢？好，那当然我们今天这个是大众占卜，所以讯息会比较概括一点，稍微比较不会那么的针对到大家个人目前的生活上的细节，所以但都会是以同样的一个方向。那如果你对于你自身目前所面临到的情境真的很想知道很在意的话，欢迎你写信来跟我预约。好，首先第一张是 imagination 想象，第二张是 understanding 了解，秩序，6号就是 love 咯，恋人牌，金币9以及 compassion。好，我觉得这个讯息很棒，很美。我觉得其实对方有感觉到你的迟疑跟你的害怕，你害怕期望落空的那种心情，我觉得对方应该是知道的。那我觉得他想要跟你讲的是，很多东西是我们不做任何的行为，应该是说，我们双方如果都不往前踏出那一步的话，我们的关系就会停留在想象的阶段。那个想象可能很可怕，那个想象可能很美好。那他想跟你说的是，我们其实都能够了解彼此在说什么，我们其实都能够，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这个讯息，我要先转译一下。好，我觉得他想跟你讲的是，我们两个都是可以彼此了解，也愿意为彼此的这段关系付出努力去经营的。或许中间会有一些比较混乱的阶段，但是
当我们两个都有那个意愿与诚意往前走的时候，一切慢慢的会像尘埃落定，然后就是说一切会慢慢的稳定下来。那我感觉到的是，你心中想的这个人呢，我觉得他的感受让我觉得是他很稳，好，他很稳，而且他很愿意，很愿意牵着你的手，很愿意带领你，这样子哈。我们不要讲带领啦，就是说他很愿意陪伴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觉得他其实也是渴望想要让这一段关系再更往前。那我看到的是，你们其实是。我觉得你们这段关系其实很 OK 的，好，而且你们能够都带出彼此的好，好，你们这段关系能够带出彼此的好，能够让彼此成为更好的人，或者是更放光的那种感觉。那这张 Compassion， 这张是传统塔罗牌里面的力量，我感觉到的是他非常愿意耐心的等待你，陪伴在你身边。我觉得我有听到他说，不管你需要多少时间，我都愿意等你。好，那所以等你走出那个，不管是曾经可能因为受过什么伤，有点像 PTSD 那样子，好的状态或什么的，等你愿意往前的时候，我都在这里。好，这段讯息真的很美哈。等你愿意往前的时候，我都在这里。我感觉到它几乎是一种 unconditional love， 无条件的爱的那种感觉哦。我觉得第一组朋友们，你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哈，珍惜这段关系。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呢，他第一个他很有耐心，他知道，就是说他应该说他相信，好，他相信你们是能够彼此愿意互相理解，就算你们有不认同彼此的地方，也都是可以去讨论、去沟通的。我感觉到是这样，因为你看到这张 Understanding， 这张是传统塔罗牌里面的星星，额头上。眉心轮这里有个心，喉轮这里有个心。那眉心轮的这个点，我觉得它其实就是指的就是洞见跟了解。喉轮在这里是指表达，所以我觉得你们很愿意，他觉得你们应该是一个很能够了解彼此，也都愿意表达出来各自心声的一个对象哈。所以这就是他想跟你讲话。好。那么再来，好，我想要再抽个2张牌来问一的朋友们，你们的灵性团队有什么建议要给你？好，关于这段关系，好，请问一的灵性团队有什么建议想要给一的朋友关于这一段关系？好。首先，第一章是 Justice is coming. You can be your own knight. 好哦。这2张牌会让我觉得，一的朋友，你们如果曾经有受过什么伤，或者是说现在还在承受着那种过去曾经发生的种种所给你带来的 PTSD 等等的。抽到这张 Justice 的牌会让我觉得就是说一切慢慢要回归正轨了。好，那或许是你自己下的功夫，也或许是与这个人的交集所导致的一个结果。那不管怎么样，我看到的是大家其实都是愿意敞开、愿意打开的。也就是说，今天灵性团队给你的建议是，就好像这个女生打开这个衣柜一样，好，她想跟你讲的就是你可以慢慢的练习把自己的心门打开，因为我看到的是这段关系其实这段关系应该是一段可以让你愿意信任，好，让你愿意信任，以及让你能够慢慢的走向身心平衡的一段关系。那旁边的这张 Princess 公主，他写说 You can be your own knight， 你可以当自己的骑士。
那童话故事里面常常都是穿着这个很华丽铠甲的王子或者是什么骑士来拯救公主，但是今天这张牌，你的灵性团队跟你讲说，你就可以是拯救你自己的骑士。所以灵性团队也很有趣哦，他也没有跟你讲，就是说你可以把自己交托出去啦，或者是说完全可以信任这个人啦，让他去带领你啊。No， 灵性团队其实想跟你讲的是，你有能力去应付，或者说你有能力去应对、去回应这个关系，你不需要等任何人来解救你。今天你心里面所想的这个人，你也不需要给他套用一个好像拯救者的角色，或者是像一个白马王子来解救你的那种套路，你不需要，因为其实你自己本人就可以，而且也是应该要由你来做才对。好，今天主导这段关系的人就是你跟他，你们两个人。好，所以不需要把自己的主导权交出去，然后你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还有什么过去的阴影在拉住你的脚步，让你不敢往前的话，我看到的是这位公主手上就拿了一把宝剑。过去的阴影是时候可以把它摆脱了。那当然说比做容易。不管如何，我觉得今天这一段关系，灵性团队所要给你的建议就是，可以打开门，好看一下也没关系，就好像这个女生她打开衣柜，她可能在挑衣服，好，她在看，打开门看看东西，好，看看就好，没关系。好，所以今天打开的是衣柜门，不是打开你的房间门，也不是打开你家大门口，好，所以是打开衣柜而已。好，所以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 baby step 的练习，好，看看就好，我们打开来看看就好。你有能力带自己走出不管任何你曾经过去所尝到的苦，或者是过不了的那个关卡，心里的那个坎，你有能力带自己走出去。 OK， 好，那以上就是给第一组朋友们的讯息。如果今天这个讯息有多少帮助到你的话，请帮我按个赞。那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却还没有订阅的话，可以考虑订阅哦。那很高兴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做连结，有机会的话我们下次再见，拜拜。Hello， 选择2的朋友们，我们来看看这段关系的这一位，不管是谁，有什么话想跟你说。那我会先抽一些神谕卡来看看大家目前的状态。Unfinished Symphony， OK， 这个叫做什么？播不完的交响曲吗？好，还有摩羯座、凯龙星，以及这张牌 When the tears won't come， 当你哭不出来的时候。好的，再来这2张牌，首先这一张是 Potion， Remember to practice self-love， 记得要爱自己。还有呢 Castle， It's time for healing, not war， 疗愈的时间，现在是疗愈的时间，不是战争的时间。好哦，我觉得2的这一组牌的讯息感觉比较有感觉这段关系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好，这些牌会让我觉得2的朋友，你们所问的与这个人的关系，或许你们曾经有过摩擦，你们的关系可能曾经断交过吗？或者是说有摩擦，有不开心的地方，曾经有一些过去有发生一些事情，让你们可能这段关系有受损。但是大家抽到了2次，好，2次的 healing， 好，第一个是凯龙星，以及这张牌，好，这张牌也有 healing 的意思，就是说，就好像它这个画面一样，好像什么炸弹引爆，然后变成一片废墟，从废墟中重建的那种感觉吗？
那我感觉到你们的曾经有过的这个冲突，或者是这段关系曾经所遭受过的像战争一般的惨烈的状态，可能是还蛮戏剧性的。大家抽到的这张 Unfinished Symphony 这张牌其实有一个意思，就是在讲说，就好像有些电影会有一个很明确的结局，但是有些电影它的结尾是开放式的，好，开放式结尾。好，那我感觉到的是这段关系会让你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放下，是因为它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结局。好，如果就算是闹不和，也不是一种彻底的决裂，死生不复相见那一种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会一直回头去咀嚼，好，一直回头去投射更多的想象吗？那这一点对你自己来说其实是还蛮伤的哦。所以在 Unfinished Symphony 下面，我们有了这张 Self Love， 好，爱自己。那我觉得这段关系对你来说它算是一个人生的考验吧，也算是一个人生的宝贵的经验。虽然说对你来说，你可能还在消化这段关系所带给你的后坐力，但我看到的是疗愈就要发生了。好，疗愈就会开始发生了，现在这个时间点。好，那我们就来进入今天这个占卜题目的主题，也就是你心里所想着的那个人，他有什么话想跟你说。好，我们会透过塔罗牌来抽这个问题。请问第二组朋友们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们想跟二的朋友们说什么呢？还有吗？还有牌要出来吗？这张他们想跟二的朋友们说什么呢？好，这个抽牌的手感很有趣哦。刚开始觉得抽不太出来，然后接着慢慢的一张一张又出来，然后觉得快抽完了之后还有牌要出来，哈，很像那种。我们先开牌，好，先开牌再说。好，首先第一张是宝剑七，然后是 Temperance 节制，金币九，宝剑国王，魔术师，权杖八，圣杯十，权杖十，金币八。感觉这边还少一张牌，我们看还有什么牌要出来吗？可以再给我们一张牌，让这个讯息更完整。二的心中所想的人想跟他们说什么呢？ OK， Tower， OK， 好， Tower。首先我必须要说，这一组的讯息可能会比较沉重一点。好，我们就先来讲刚刚第一张开牌宝剑七，会让我觉得对方是拒绝沟通的。好，拒绝沟通的，他可能会拐弯抹角的讲很多，但是就是不愿意直接去碰触到你们这段关系的核心。好，就你们如果针对这段关系有一个很核心的议题，我感觉到的是，这个人他目前没有那个能力去解决、去处理。对，所以我觉得他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办法给你。或许是他还我觉得他感觉是一个
怎么说？他对这一段关系的期待跟你可能有一个还蛮根本上的不同，哈，可能还有一个蛮根本上的不同，而且我觉得，我觉得可能二的朋友，你们心中所想的这个人，他也还蛮精于算计的，他很会玩一些头脑游戏，然后去观察你的反应。所以我觉得这段关系本身对你来说，其实是真的是一个还蛮大的坎呢、好，还蛮大的坎，还蛮大的一个考验，所以才会有。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二的朋友们问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哦，是恋爱关系，或者是不是恋爱的其他种关系。那不管如何，我感觉到的是，嗯。你们对于这段关系的期待是不太有交集的，是不太有交集的，他可能也没办法给你。我甚至觉得他可能这个人可能有一点自我毁灭的倾向。那当我们跟一个有自我毁灭的倾向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会察觉说他正在做某一种程度的自我毁灭，但一定会有某一种契机吧，会让你看到。那看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人性啊，都是想要帮忙的，都是想要帮助别人的。好，可是有些人或许那就是他这辈子的课题，他必须要靠他自己去克服哦。你越是想拉他，你越会被一起拉下去哦。好，那我们来抽问看看，就是说二的朋友们的灵性团队对于这段关系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你说？好。好来，首先第一章是 make the change， 做出改变。好，你有看到这个女生，她手里拿的不是电棒哦，是宝剑哦。她不是在卷头发哦，她是宝剑，要切头发。哇哦，那我觉得，好像真的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耶。她这个会让我想到那个如懿传里面，好，如懿她断发与她与皇上彻底决裂的那一幕。我觉得灵性团队的给你的建议很直白，就是你要做个了断。好，要做个了断。或许你们其实表面上已经了断了，但是或许你的心里还有对他放不下的地方。那灵性团队是建议你这个部分也要把它收拾掉哈，就是说尽量让自己好，就是完全的斩断跟切割，不要再去想。好，那再来第二章是 escapist。Come home to yourself。好，没错哈，回到你自己，好，回到你自己的心，回到你自己一个人的完整。好，我觉得，而且他这个场景是在床铺上嘛，对不对？就好像刚刚，对，刚刚大家也有抽到这张牌 ，self love， 对不对？也是一样。好，大家在这段关系里面经历了太多。好，大家在这段关系里面经历了太多，你很需要回到自己身上。好，那我把这张放外面。好，你很需要回到自己身上。好，好好的爱自己，再一次的疗愈自己，好，让自己回归到完整。这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在这张是 Storm。Every hurricane comes to an end。所有的风暴都会过去，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已经到了一个这段关系一个结束，只是说大家还在收拾那个残骸的那种感觉。好，就好像刚刚这张一样嘛。好，什么东西爆了，然后也变成一堆废墟了。好，你还在收拾那个残骸，你还在收拾那些破碎的东西。那好消息是它已经结束了。好，它已经要结束了。如果还没结束，它也已经要结束了。所以灵性团队给你的建议就是这样。好，请大家要拨出时间来，好，
或许你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生活环境。好，如果说你们曾经住在一起，或许可以搬出去了，或者是说换个地方住了，或者是说换张新的床，好，换个什么东西，好，让自己有一个重新全新开始的感觉。好，那所以这段关系我觉得是充满了挑战，但是我觉得，因为在我解读这支影片的占卜的时候，我看我的牌面，我觉得这段关系也已经差不多结束了，或者是快要结束了，只是说大家还在收拾那个残局。那就好像我们刚刚前面第一层我们抽到的牌卡里面有疗愈，对不对？有那个凯龙星的疗愈，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是在一个破碎的关系里面，我们在经历一个自我的疗愈。好，感觉2的朋友们在走的是这个过程。那我也衷心祝福大家能够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收拾起这些碎片，好，然后重新拼凑回来，让自己更加的完整。那这当中非常需要你拨出时间精力来做爱自己的功夫哦。好，那以上就是给第2组朋友们的讯息。如果今天的讯息有稍稍帮助到你的话，请帮我按个赞。那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却还没有订阅的话，可以考虑订阅哦。有机会的话，我们下次再见，祝福大家，拜拜。Hello， 选择3的朋友们，我们就来看看这段关系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有什么话想跟你说？那我们会先抽一些神谕卡来看看这段关系目前的状态如何。好，我们来开牌。首先第一张是 Milk and Honey， 很不错的感觉耶。我来看看还有什么。Never Ending Story 以及 New Life OK， 这些牌凑在一起的讯息还蛮有趣的。我应该怎么摆呢？我这样摆好了。对，这样摆好。Milk and Honey, Never Ending Story 以及 New Life。好 ，North Node 北焦点。好的，再来是 Gemini 双子座，不知道你们是双子座，或者是你问的那个对象是双子座吗？好 ，Grief or Depression。好的，再来是 Homeward, Take yourself out on a date， 以及 Throne, Your potential is endless。大家抽到了第一张的这个 Milk and Honey， 会让我很想要应景的换一下我的蜡烛，好，换成蜂蜡蜡烛，让我也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甜甜的蜂蜜的味道。好。那今天这些牌会让我觉得就是说，这段关系带给你们其实很多的快乐，很多的快乐，然后很多的互相彼此激荡出的那种火花吗？而且我感觉到就是你们就是这段关系让我觉得就是说是一个很充满发展潜力一种很活泼很那种甚至有一点点微微的过动的感觉。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样子。那唯一一张刚刚这3张牌出来里面的这一张牌，好，这张牌的 Never Ending Story 的这张牌，其实它讲的就是说可能大家自己的内心容易在这段关系里面也容易被激起一些自我批判的声音，好，或者是有很多没必要的 drama。 好，那不管如何，大家抽到了北焦点以及这张牌 New Life， 会让我觉得是说这一段关系其实是能够带你往前，它能够带你往前到你人生蓝图的下一个阶段。好，就好像
就好像这张牌的画面一样，这个女生站在门边，然后有一只鸟朝她飞过来，然后门是打开的，所以我觉得这段关系能够带领你去到一个新的，不管是什么。好，那它会带领你离开可能先前的一种阴郁的，容易觉得阴郁，容易觉得沉，好，就是说消沉的那种感觉。我看就好像就是说，像这张牌，它画着的是一张床嘛，好像有人刚起床离开的那种感觉。那大部分的时候，我抽到这张牌，其实主要感觉就是一种失去，一种悲伤的感觉。可是在今天的这个占卜里面，我倒没有这种感觉耶。我觉得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哦，好，该起床了，该干活了。可能之前譬如说好像有那么一点小低沉低潮，然后都就是摊平在床上很废那个样子，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好，你会下床走动了，好像有值得你期待的什么东西，让你有那个动力，每天起床，好，起床的时候都有感觉到一股动力的那种感觉。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好，我们就来用塔罗牌来看看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有什么话想跟你说。好，请问第三组，好，他们心中所想着的那个人有什么话想要跟他说呢？看到这1、2、3这3张，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牌想出来呢？第一张，先这样好了，不够再抽。好，先把我的牌移走。好嘞，首先第一张是金币3，节制 Temperance， 好，以及圣杯8，命运之轮，宝剑1，宝剑2，圣杯6，以及金币6。这些牌会让我觉得，就是说，今天的这个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他想跟你讲，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起创造出个什么的感觉。好，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起创造出我们的各自想要的一个未来。那我觉得确实哈，它的存在就像我刚刚讲的，今天这段关系本身的本质，这段关系的特质，或者说这段关系里面你们彼此互动之间的一种动力，本身就带你离开了你原先的处境，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好，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那我觉得某种程度也可以说，我觉得你与这个人的交集是安排好的。好，是说在你们的人生蓝图里面，与这个人的相遇，或者说与这个人的交集是一个注定的安排。而你们这段关系的特质，就是要各自以各自的特质去震荡出一个能量上的交流。好，那还有一点，我觉得是你们都能够激出彼此的火花。好，能够激出彼此的火花，可能能够带入更多的创造力到你们各自的生活里。好，能够互相启发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互相启发。好，那关于这个宝剑2呢，我也会觉得就是说，他想跟你讲的就是说，或许有些东西我们都还没有办法预测
因为一切都在未来，还是未知。好，或许有些东西我们都没有办法预测，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先看清楚有什么在前方等着我们，但是那没有关系。好，我觉得他想要讲的是这个。好，但是那没有关系。或许我们彼此之间有很不同的点。好，可能比如说你们个性可能差很多，或者是说你们喜欢的东西差很多，那价值观上可能也有一些落差。但是我觉得正因为是如此，你们感觉像是就是说两个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面，大家彼此走到中线，然后来做出一个交流。好，我觉得感觉就很像这样。那这样子的交流会激出很多的火花啦。好，就是说很多的火花，很多的启发，很多的点子、主意、想法、创意、创造力等等的。那你们的这段关系其实是他们觉得应该说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呢，他觉得你们这样子的一种交流以及互相的震荡是很正面的，是有建设性的。好，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想跟你讲的话。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问你的灵性团队，好，就是3的朋友们的灵性团队，对于这一段关系，好，现在或者说未来的演进上，有没有什么建议想要给你？这样，好 ，OK， 好，我们来问，有什么建议要给我们3的朋友？首先第一张是 Villain， You can always rewrite the story， 以及 Lioness， You've earned all your stripes。 好，我觉得这个建议好，有一部分是针对刚刚的 Never Ending Story 这里。我感觉到3的朋友，你们之前好，因为刚刚有抽到这一张牌，刚刚有抽到这张牌。好，为了让拿这张牌把所有牌都打乱了。 OK， 好，没关系。我觉得这张牌好是一个关键，也就是说3的朋友，你们可能曾经过去有发生过什么，好，让你对于任何的关系本身都有一点点会觉得，就是说害怕曾经发生过的什么会再一次的发生，或者是又遇到不对的人啊，好，或是什么的，或者是说又做出不对的事啦等等的。但是我觉得这2张牌的出现在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们已经从过去的不管是什么样的 drama， 好，你们已经从过去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负面的关系上的经验，你们其实你们都是幸存者。好，或许对你们曾经可能因为受过伤，所以身上有一些伤疤，但是那正是你克服了过去，正是你走出来的一个证明。好，所以我觉得灵性团队其实是想要跟你这么说，好，就是说把焦点放在正面的人事物上，好，把焦点放在正面的人事物上，好，让过去，好，让你那个容易被引发的根源于过去不好经验的焦虑值，把它的音量转小。好，因为其实你已经走过了很多，你一路走来，你走过了很多，你是那个幸存者，好，你是那个最后留下来的人，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难得倒你啊。好，没有什么东西难得倒你，你也不用害怕说你又会再去回到那样子过去的经验，因为你也已经不是原本的你了。好，现在的你充满了一种坚定的感觉，好，充满了一种对未来怀抱希望的感觉，所以往这个方向前进就对了。OK， 好，
那么以上就是给第三组朋友们的讯息，那希望今天这个讯息有多少帮助到你，如果有的话请帮我按个赞，如果你还喜欢这个频道却还没有订阅的话，可以考虑订阅哦。我们有机会下次再见，拜拜。